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去了解说，现在全世界的疫苗，新冠疫苗的产能最多就是30亿到50亿，这个是2020年全年的 projection， 好，就是预测的产能，所以要到年底才有这么多。况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疫苗厂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会拖延一下，这是第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疫苗产能的不足，所以。预购了疫苗拿不到疫苗，也非台湾专属。我们就是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欧盟才告 AZ 公司说你没有如期如约把我们要的疫苗运送给我们，所以才告他。那当然这个就各说各话了，因为 AZ 说我有预约啊，那我们就那个时候就上那个 AZ 的官网去看说，那欧盟应该什么时候拿得到疫苗？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它有每一个月都有，最大宗是在8月今年。那我就发现欧盟是在8月，然后那里有一个国家叫台湾也在8月。不过，假如你现在上 AZ 公司去看的话，你已经看不到台湾了，你看得到是中国。那我们知道中国没有买 AZ 疫苗，那个中国就是台湾，所以你也看到国际上这种小动作是非常的多。所以没有疫苗啊，买不到疫苗，然后这个就是买到了疫苗也拿不到疫苗，这个是很多全世界的问题了，不是只有台湾。再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想要帮忙。在疫情的威胁的情况下，大家都想说，那我来做会不会比较好？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看在1月份的时候吧，纽约市的市长就说我要来买疫苗，后来白宫跟他说不行，你看看他就要向辉瑞买疫苗，然后白宫就释出辉瑞的这个 EUA 的这个整个的文件，那个的限制就非常的多，因为。EUA 的本身 ，EUA 就是紧急授权使用的意思，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真的药证，这是在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紧急状况，那就是疫情的发生。第二个呢，要有人可以提供一个疫苗，它可能有帮助。所以才给一个EUA，那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安全还不确定哦，可能我们在很多东西还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国家来负责，先把这个产品释放出来用，来看能不能抗疫。所以这是一个国家负责的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辉瑞公司或者是 Moderna 也是一样，这是美国 EUA 的这个规格，是没有权利去随便卖的。OK， 所以随便卖给谁？随便卖给任何的私人。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印度呢，德里的市长也是要买，也买不到。那你也看到我们的新北、我们的北市的市长也都要自己去买。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啦，我们想要帮忙，那这些私人的企业啊、私人的团体啊，什么也都想帮忙。我想都是出于一片善心，不过去做了之后，他就知道有一些瓶颈啦。那当然，我刚刚所讲的 EUA 这样子的规格，是我们很熟悉的美国规格啦。那我也对美国的 EUA 是怎么给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也确实在网络上有看到说，有一些俄国的疫苗是已经进到私人的这种私人的这种买卖管道那这个可能就是受限于这个苏联它的 EUA 是怎么给，或者是苏联这个疫苗已经得到了它的药证，这个我们因为对于苏联我们没有很多的联系，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们最常会去买到的就是莫德纳的疫苗、AZ 的疫苗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疫苗，它的规格啊，它是怎么给的，我们是比较熟悉一点。所以现在我们第一个很清楚的就知道说不容易买啦，私人要去买不是那么容易。那也许现在慢慢的会开放，那很多国家也都开放说私人去买，比如说新加坡也开放说你私人去买啊，因为可能新加坡国内有很多是他们政府机构没有办法提供的私人需要疫苗，那后来供应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也都是才大概一个礼拜多前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在
演变啦。我只是想提醒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就是说疫情的发生然后我们防疫的作为，它两者都是一直在改变的。疫情在改变，我们防疫的作为在改变，我们对它有所改变，我们也会调整我们的方向。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一直在改变，我们也不用太紧张，说今天如何，明天就一定如何。等等，就是对于买不到疫苗，那是不是政府一定要出面买疫苗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大概是我这样子的，据我的了解，我这样子的解释。是啊，刚刚这个何老师我觉得讲的也很中肯啊。就说第一个，我们还是谈各国都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说那个部分，因为它有它原来厂商的一个协定的一些问题，所以的确啊，那当然不是说你自己刚刚提到任何你首付，你钱真的花比较多钱，你就一定抢得到跟订得到。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刚回到根本的一些内容的部分，是说看起来真的如老师所说的，我们的这个目前政府这个马上就订定一个比较接近于大家期待 EUA 的版本，是不是这个也是符合老师也一直在提醒这种改变，或者是现在也从善如流，开始依着情势的变化。我看到我们政府好像也公布了 EUA 比较完整，让大家清楚，不要觉得好像是我黑箱或者我去卡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其实这也是突发的状况，我们也都没经历过嘛，大家其实也都没那么有经验做这一类的事情。其实这个疾病对我来说，其实我是应该是说有40年传染病、流行病学或者是医学的什么研究的经验。如此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我也是第一次经历到。虽然我SARS 的经验对我们这个有帮助，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对于各国的政府他们所作所为呢，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最坏的，我都不予置评。我们都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最好，哪个是最坏，只要每一个政策都合乎某种科学的理论基础的话，去试试看嘛，谁知道哪个比较好？就有点像研发疫苗一样，去年研发我们怎么知道哪个会最好？就什么都做，你会做什么你就做嘛，大概都是一个这样子的原理。那我们一面做脚，觉得这个不是最好，有更好的，都会调整。我们其实要给予我们的这个政府一些调整的机会。那我们要勇于表现，我们就是勇于表达我们的专业知识，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释放在一个地方，让他们协助他们去参考。常常我对于我放上去的资讯，我都只是说我是抛砖引玉我只是告诉你有更广的视野看看，那你去找一些适合你、帮助你的方向去走，这样子。所以这都是一些很善意的一些沟通跟这个交流啦。